和我一起做的是我们机构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是一个职业病患者，然后就是后来一起认识了以后，我们觉得有必要为工人一起做点事情，所以就是在这儿，这里既是我们的家，然后呢也是一个接待员工过来，处理案件的一个办公室。中午吃饭我一般吃的都很简单，就是做一个西红柿炒蛋，然后蒸一点米饭就可以了。当兵的时候，如果在炊事班的话，就可以学会做饭，但是我没有。后来呢，跟我老婆在一块以后，基本上都是我老婆煮饭，因为我老婆煮饭比我煮的好吃。在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呢，我就只能自己来，自己煮。尽管做的不好吃，但是也没办法。大的那个小孩现在2岁多。正是比较可爱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像对他的教育啊，也是至关重要的时候。但是由于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一块儿，也是没有办法教育他。03年7月份的时候，到厦门那边去找工作，然后呢。通过中介进入了那个漳州集装箱有限公司，然后在那儿做了3个月，由于那边呢有2条线拆为1条线，所以我们剩余的人呢，然后就转到了广东省江门市中集集团的下面一个子公司新汇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来做工作。然后呢，我们一进入那个车间环境的话，就会闻到很刺激性的一个混合型的一个刺激气味儿。它里面是有天拿水、油漆，还有那些焊接的烟尘，这些混合在一块儿的一个味道是非常难闻的。有的2个工人面对面的工人做了1年多的时间，跟对方是相互不认识的。我们的环境就是恶劣到这种程度，没有人提醒过我们說這個工作會有什麼樣的危害。其實喺中國咧，因為工人係唔可以組建獨立工會嘅，所以其實喺工作環境入邊，喺廠房入邊係冇咗一個制衡嘅力量，冇任何嘅組織可以去幫工人去發聲。就算工人明知道佢嘅工作環境好危險有危害，佢冇任何嘅渠道、任何嘅方法去同老細討價還價，話我要改善措施，我要多啲嘅防護，我要抽風好啲，佢冇途徑去做呢樣嘢。咁所以老細喺個廠入邊就係個大王。每隔1個月就要做1次化療，除了第1次花了費用是十幾萬之外，然後呢，這後面呢每一次呢就是1萬多。一旦打完化療，我都會自己出來在外面休養，因為在醫院的那個費用負擔我是負擔不了的。但我也知道這樣對我的身體呢是非常危險，對我的生命也是有很大的危險性。但是沒辦法，因為沒有錢。我母親呢，再加上知道我這個病情以後呢，憂心過度，也沒有及時的去因為也是沒有錢及時去醫院做治療，所以在我患了白血病以後，我的母親在3個月以後就是去世了。這些呢，我不是說把這些東西都歸咎於什麼外在的一個原因，但至少我母親的死跟我患這個病是有直接關係的。但是我患這個病是跟公司的逃避法律責任是有直接關係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信呢？这个是江门市检察院的一个转批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意见。我和公司的几个人呢一起做这个民事赔偿的案子，现在进行到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呢是有的是不太认同的，然后我们就是到检察院去投诉，然后让他们监督审理我们的案件。什么时候还去医院呢？啊？你什么时候还到医院去啊？那快了。哎对，好 ，OK 了吧12月30号快了。去年11月份开始是起诉的，然后11月份那个仲裁结束。对，然后到今年也一年多的时间了嘛。那今天呢，检察院这边呢也出了一个东西，说已经转到中级法院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上次我们在开庭的时候也提交了那个送礼的礼单这些，这至少可以反映一个现象：你公司在明知故犯。对呀，这种时候你的就说这种侵权的故意，这种主观上的这种认知，应该跟普通的工伤是完全不一样。重点强调的一个就是企业的用人单位的过错嘛。对。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你等于说你是明知你这种事情是有危害的，但是你为了应付检查。你去做假的，你为什么要做假的？如果说是一切光明正大的话，你没必要去做假，对不对？那就说明你自己就知道这个是有危害的。你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明确规定在这，你善有获得民事赔偿的，那就应该支持，对吧？法律确实是明确规定了说有，但是这个有到底有多少，有什么，又还欠缺一些下位的，就说明细。你只要不排除、不禁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争取。我自己做律师的嘛，那用自己学的呢去做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想把它就是说推动它，所以去前年到今年这2年多的时间，就接触到大量的这种职业病的病人也好，个案也好。你今年的没处理完，然后呢，下一年的又紧接着来了。所以你根本都没办法做，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方向就是说，从法律上改变，从制度上来约束，然后呢来改变整个用工环境，减少职业病、工伤的一个发生几率。他对那个残联的一个评裁有个很具体的一个标准，五官呐、智力啊、肢体啊等等，但是就是没有说一个职业病的，因为职业病是属于一个内脏器官的损伤，然后这个在残联那个定产的标准中间是没有的。但是我們確確實實受了很嚴重的傷害。咁就喺佢哋依班受害者佢哋自身經歷過嘅過程、自身嘅經驗入邊，揾出個制度出咗啲咩問題，佢哋自己去講話，我哋見到咁嘅問題，我哋要依個法律要點樣去改變？呢種就係一種自下而上嘅公民參與咯，其實。维权，进一步的去主张权利，我是感觉我始终感觉到它有一个深层的东西，不是说哪里的司法怎么样，法官怎么样，法律制度怎么样，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呢？就这个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包括这些执政者或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发展经济和保障人权、基本权利的在这取舍上呢，一定是最初的这一步就有了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应该向香港学习。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一个什么这个救助的基金，或者说职业病的一个专项的基金。你把这个基金你先就放在这儿了。这个基金资金来源从哪里来？你企业你只要开办，你只要运作，你就应该先拿出一部分钱出来，你放到这里了，后边不管你有没有职业病，跟你公司没什么太多关系。那你最终要救助要申请的话，
不需要你企业来承担额外的太多的责任，不需要你地方政府我要权衡这个经济，因为所有的款项救助它直接有这一个中央基金或者是专项基金来全部来解决的话，相关的利益方啊，它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利害关联了。这个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制度建立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这种从最初的职业病诊断、劳动关系的认定到后边评查，再到后边一审、二审等等，这所有的程序有可能就全都彻底的解决。从开始的有个人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思想行为，后来逐渐转变为一个群体的、一个群体性的、集体的一个行为。我自我感觉我还算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农民工，但是我的整个过程都非常艰难，一个官司打3-5年是很正常的。很多农民工他是耗不起这个时间，耗不起这个金钱来处理这个官司的，那么他只能选择放弃，被迫的放弃。